夜色如此天赐过色，你心热，我已烧作一盆火，一团火。流连芳泽，魂梦似魔，真情假意求不得。夜深了，让奴家伺候大公子休息吧。看似简单浓厚在窗口，火火散成脸谱，一副表情。往后若想在府里长久安稳的待着，你安分些。若再有下次，划在你脖子上的就是刀了。滚！把他抓回来。是。雪瑶还在伤心，被燕青章冷漠赶走，并未发现身后的危险已经悄然接近。卑贱的歌女，还真想嫁给大公子做妾，把她给我扔下去！新娘人呢？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大爷您饶命啊，大爷！这是哪儿？我不是在通宵核对师一样吗？去，我被谋杀了，还一棒给我干穿越了！雪瑶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新婚之夜竟敢给清章下毒，还打晕了王嬷嬷！来人啊，把他给我绑了！住手！我看谁敢绑我嫂嫂！青舞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燕青舞，这不是我看的小说《权臣的掌中娇》男主妹妹的名字吗？我穿进了我看的小说。勾勾发病前最后见的便是嫂嫂，我要带嫂嫂一同去了解情况。你也知晓清章最后见的人便是他，那清章突然发病，不是他下的毒，还能有谁？事情尚未有定数，况且御医来看了也不知道发病原因。你怎么知道我哥中毒？你如今一再阻拦，莫不是心虚，想要拖延时间害死我哥哥，后趁机夺走掌家之权？一派胡言！青舞，你是越发没有规矩了，还不赶紧给二小姐带走？是。啊！薛梅，薛姨娘，既然你一口咬定是我下毒害的大公子突发恶疾，那便带我去看看呗。是与不是，去了就知道了。那万一你再给他下毒呢？府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，若真是与我有关，随便你处置。好啊，可若是我能证明是你冤枉了我，你任我处置。那香包原本就是藏在他的喜服里，留在了燕青章的书房。她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能成什么气候？今日过后，你且给我等死吧！好啊，嫂嫂，我们赶紧走吧，我哥要不行了。天大的事儿也得等我先换件衣服再说。哥，哥。
起风团、犯喉病，这是过敏引起的呼吸道堵塞。古代医疗环境简陋，这人要再喘不上气，就该窒息而亡了。你不想你哥死的话，快去拿艾叶来。什么？愣着干嘛？快去啊！人救回来了。苏凯，闪开！狗咬吕洞宾，白救你了！大灵血，让你试试神经麻痹的滋味。他竟会点穴！你别这么看着我，刚刚要不是我的话，你都窒息而亡了。这就是你对待救命恩人的态度。哥，的确是嫂嫂救了你。爬床下药，趁机施恩治病，我倒是小瞧了你的手段。拜托，大哥，爬你床的人又不是我，下药的小说没讲到那儿啊。一，你的过敏跟我无关，我不是凶手。这二嘛，我看你对我也没什么兴趣，不如这样，今日我救了你一命，咱们两个就当扯平了，从此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互不相干，如何？你是在和我谈条件？没错。你一个身份低微的歌女，凭什么跟本官谈判？尊敬的燕大人，想必你也很好奇，到底是谁害得你突发恶疾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帮你找出凶手，你给我黄金10000两，让我离开燕府。燕大人，这个交易如何啊？这个交易如何啊？好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行，既然你给我5天的时间，那么这5天之内，我不管做什么，你都不可以插手。自然。这是家主牌，拿着它。燕府上下都听你的调度。谢谢啊，老板大气。老板，说你有魄力。哎，嫂嫂，等等，我也要跟你去抓凶手。可有查到什么疑点？雪瑶离开书房后，被王嬷嬷打了脑袋，差点被扔进了花园池塘。应当不是她对你用毒。王嬷嬷是谁院里的？是老爷院里的老嬷嬷了。难道是老爷？继续给我盯着雪瑶。是，不过您这病向来都是要服用百药谷的9转还魂丹才能治好的。您这药还没服下呢，这雪瑶竟3两下治好了。是啊，一个歌女竟有如此医术，越来越有趣了。主子，这雪瑶费尽心思爬了您的床，理应要寻求您的庇护，这会儿却说要离开燕府，莫不是受了什么威胁？给我盯紧他，我倒要看看他藏了什么秘密。哼，怎么这么久才出来啊？莫不是清章的病更重了吧？哎呀，那就让薛姨娘失望了，我哥已经没事了。幸亏嫂嫂厉害的医术，清章没事便好。这丫头不过是个卖唱的歌女，何时会了医术？燕府的家主牌怎会在你这儿？自然是因为我医好了大公子，大公子赏我的呀。谢姨娘，你可要说话算话呀！现在我证明了自己，那你可是要听我使唤？放肆！我可是你们的长辈，你若敢辱我，我便去告官。告官？好啊，那你便去告，正好让人来查一查大公子为何突发恶疾。
那个害人凶手究竟是谁？我怎会知道？雪瑶，你少在我面前装模作样，别以为我会怕你。哎，雪瑶现如今可是我哥哥的妾室，往后呢还会是燕府的女主人。要薛姨娘，我劝你还是拿脸摇快点待着去，再来烦我哥，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你啊，还不快滚！哼，不跟他一般见识。痛快！这个薛梅就是仗着我爹带着二哥出门了，便在这府里耀武扬威。好嫂嫂，今日幸亏有你，替我制住了这个刁婆子。你信我没害你哥？嫂嫂，你要是凶手，怎么会医治我哥？算你聪明，我可是这个燕府的小机灵鬼。嫂嫂，你打算怎么把凶手找出来？自然是去事发现场看一看。好浓的花粉味儿。好香啊！昨夜穿的喜服好像也有这个香味。莫非真是这个雪瑶要害燕清正？但不对啊，我记得小说简介里写的人物设定是遭人利用的善良歌女 vs 四面楚歌的腹黑大理寺卿。既然善良，还有人想要杀原主，肯定有什么误会。怎么这么香？花粉最易诱发哮喘发作，看来是这府里知道燕清章哮喘症的人，故意将这香囊放入原主喜服里，好让原主接近燕清章时让他发病，然后顺理成章的栽赃给原主。走，我们再去见一见府里其他的下人，找找别的线索。姨娘，雪瑶不知为何，突然把昨日在喜宴上伺候的丫鬟们全都喊到了正厅，好像是在调查大公子发病一事。他想查案，吩咐下去，谁敢搭理雪瑶，便是与我作对。拿了家主牌又如何？燕家还没他说话的资格。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能找出什么证据？哎呀，想在燕府翻天啊！做梦！怎么回事？不是传话让下人们都过来吗？人呢？奴婢的确传了话，这府里的下人肯定都被薛梅收买了，这才处处跟我作对。在府上喊打喊杀，规矩呢？在本官面前信心十足，能成功破案。如今连几个下人都喊不过来。你们燕府争权内斗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新官上任3把5，不听话的先砍一根手指头，还有不服的，手筋脚筋随便挑。小夫人，这御下之法还需要本官来教啊？这个燕清章看着温柔如玉，没想到是条会咬人的毒蛇。小夫人，好好探案。你在府里做的每一件事，本官好奇得很。嫂嫂，嫂嫂啊！我哥都发话了，你快把下人都喊过来啊！我们得赶紧把这案子查清楚。啊，好。啊，嫂嫂，所有丫鬟干的活你都问完了，接下来要干什么？这丫鬟小宁说，昨日我的喜服是王翠芬送的。王翠芬是谁啊？
怎么今日没见过他？王翠芬，哎，她就是昨日晕倒的王嬷嬷。是他。小柔，你去把他请过来。是。不好了，小姐，什么事儿？王嬷嬷投湖自尽了。什么？又是投湖？清章，我真是没想到，王嬷嬷伺候了我和老爷这么久，竟然会因为偷我的首饰，就自责到投湖自尽。清章，王嬷嬷好歹也是伺候了我和老爷大半辈子，虽说她犯了大错，可毕竟死者为大，不如早些将她葬了，免得阖家不宁啊。慢着，雪瑶，这可是我的内宅，何时轮到你说话的份儿？姨娘，我已将家主排除去，现在燕家，他属下。雪瑶，你又想做什么？我来是想提醒大家，王嬷嬷并非死于自己，她是被人害死的。一派胡言！我亲眼看到王嬷嬷被人从湖中捞出来的，若非自尽，好端端的一个人，又怎会溺毙？除了自尽，还有被推落水啊！死者身上没有外伤，没有中毒迹象，看起来确实像是死于溺毙。既然你也说是溺毙，又何必在这边废话？但是，若是溺毙而亡，那么王嬷嬷在落水之后，就会因为窒息挣扎而抓握泥沙或水草，此乃《洗冤集录》中的抓握水物证。可如今王嬷嬷手里是空空如也，就凭这些，你就敢说王嬷嬷是被人杀害的？这未免也太儿戏了些。姨娘，你为何反应这么大？我看你就是心虚。他当真能看出问题？自然是因为有其他证据。大家请看，王嬷嬷若是投湖自尽，这手上怎么会有被人大力拉扯的痕迹呢？薛姨娘，你说呢？我怎会知道？尸检结果已经很清晰了，王嬷嬷并非生前溺死，而是死后溺尸。只怕我们身边就站着那个杀人凶手。雪瑶，你这是安何居心？我们燕府向来家风清正，又怎会出现大逆不道的狂徒？我看你分明就是想要败坏燕家的家风。证据在此，何来败坏啊？你一个卑贱的歌女，竟敢在这边跟我放肆，还不给我住嘴！姨娘，这燕府何时轮到你说的算？姨娘，我哥都让你闭嘴了，你就老老实实的看着我嫂嫂如何找到杀害王嬷嬷的凶手。喂，你还不松开我吗？你既已查出王嬷嬷并非是自尽，那你可有什么办法抓到真凶？此事不难，王嬷嬷身上拉拽的痕迹明显，可见她在生前奋力挣扎过。那么凶手的手上肯定会留下抓痕。燕大人，你只需将后宅的人全部检查一遍，看看谁的手上有抓痕。好，传我的令，让燕府上下所有人来芳华院检验手背。哥，情况怎么样？凶手找到了吗？并未，燕府上下皆已检查，没有明显抓痕。怎么可能？咱们这一屋子的人可都还没检查呢。我先，哥你看。
姨娘，你在慌什么？我没慌啊，那就给我们看看呗，姨娘。我可是你们的长辈，难不成你们在怀疑我？未查凶手，人人都得自证。我们这所有人都查了，怎么您就不行了呢？姨娘，你要是不让我哥检查，你就是心里有鬼。你要是想自证清白的话，那就把手伸出来。大哥，你看，燕府所有人都查遍了，并没有人手上有抓痕。薛姨娘，你就是杀害王嬷嬷的凶手。薛姨娘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不是我这当时是……大公子，都是奴婢的错。小安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王嬷嬷仗着年纪大，总是欺负奴婢。今日她又训斥奴婢偷懒，用麻绳抽打奴婢，奴婢实在是不想再挨打了，就想把王嬷嬷推到湖里溺死她。奴婢推王嬷嬷的时候，正好碰见姨娘，姨娘想救人，但是已经晚了。姨娘手背都是救王嬷嬷的时候被抓伤的。你大胡言，分明是薛梅杀害王嬷嬷的，你就是来顶罪的。奴婢冲动害死王嬷嬷，一直万分后悔。你和大公子想怎么惩罚奴婢都可以，但姨娘她是清白的，你不能平时跟姨娘有局龉，就诬陷姨娘吧。你乱讲！好啊，既然你说你是凶手，那么你在推下王嬷嬷之后又做了些什么？奴婢今早将王嬷嬷推到湖里后，就一直躲在屋里，没再出过门。不用查了，大公子，凶手不是小安，他在说谎。人体在溺毙而亡之后，1个时辰之内会持续出现肌肉变软和肌张力消失的症状。在这一段时间之内，人体关节非常容易扭曲。可若是超过3个时辰，便会开始出现尸僵。燕大人，你身为大理寺卿，想必心里已经很清楚了吧？来人，将薛梅押入大理寺。此案由我亲自审理。我可是你的姨娘，你难道还要对我用刑不成？薛梅涉嫌杀害王嬷嬷，我身为大理寺卿，为何不能抓你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是小安，是小安，他都承认了。小安伪造证词替你脱罪，休想再用他来搪塞我。伪造证词？大哥，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？小安说他是今早将王嬷嬷推下湖里的，可王嬷嬷如今尸体都已经僵硬了，难不成你勒死的是鬼啊？小丫头，这几句话就给你套出来了。你想替薛姨娘顶罪，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脑子吧。是，走，走。不是我，是雪瑶，雪瑶污蔑我，雪瑶她污蔑我。死刑犯临死之前还说自己冤枉呢。你们兄妹2人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小三也太厉害了，洒水啦！糟糕，说的太尽兴了，忘记原主只是个小歌女，根本不可能知晓这些验尸的手段。干嘛？燕某竟不知，我这刚过门的妻子如此有本事，会医术，会验尸，会断案。雪阳，本官给你一次说实话的机会。说，你是谁？大哥，你干嘛呢？松手！你快松手！你把嫂嫂弄疼了。嫂嫂，燕大人，难道你连我读什么书都要管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你这一身本领都是在书中所学？不行吗？自然可以。真凶还未确定，燕某拭目以待。夫人如何用书中所学皮毛探案？你放心，我说到做到。你收买人心的本事还挺强的。
这得是被迫害妄想症晚期了吧？看谁都是黑心肠。嫂嫂，我哥他就是疑心病重些，但这都是有原因的。你也看到了，姨娘野心勃勃，爹又经常不在家，要不是大哥护着我跟二哥，我们早就要被害死了。二哥，嫂嫂，你是没见过我二哥吗？对，二哥身子弱，就算在府中，也是住在清风院，你没见过他也正常。我算算日子，我弟和二哥应该快从江南回来了。等他们回来，我再给你介绍。我二哥性格温和，绝对不会像我大哥一样凶的。好，那你知道我哥有多不容易了，肯定会原谅他的，对不对？嫂嫂，一呢，我不日便要离开燕府，这声嫂嫂我可不敢当。这二嘛，燕清章3番4次的伤害我、怀疑我，在我这他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不管他有什么原因，我都不可能跟他握手言和的。嫂嫂，但是嘛，燕清章是燕清章，你是你，你只需要知道我会好好保护你就行了。啊，嫂嫂，真的不能原谅我大哥吗？没错。难道雪瑶真的对主子不感兴趣？不原谅我，看来我还真是小看他了。为了吸引我的注意，手段还挺多。可是我怎么感觉雪瑶姑娘说的都是真话呢？主子，您说的都对，雪瑶姑娘啊，定是在欲擒故纵，吸引您的注意呢。大公子，老爷回来了。薛姨娘听说此事，挣脱了押送的下人，跑到老爷跟前哭闹去了。老爷，妾身冤枉啊！王嬷嬷分明是偷盗钱财，心虚跳舞，可清章却被雪瑶那个小丫头蛊惑，认定妾身就是杀人凶手。老爷可一定要为妾身做主啊！燕清章这个混账，竟敢如此大逆不道！放心，有我在，我看他如何敢欺辱嫡母。母亲在10年前病逝，我何来抵你？老爷，你看，清章，我看你这是翅膀硬了，现在连我都敢顶撞。别慌，每次都这样，雪美一哭，爹就不分青红皂白的责怪大哥。燕清章不是挺有手段的，还会被老头子欺负。薛姨娘，你涉嫌杀人，人证物证俱在，难不成燕府是要包庇杀人犯吗？老爷，你看，现在燕府居然都是雪瑶这个小丫头说了算了，也不知是仗了谁的势，竟然这样欺辱妾身。你个混账！我不在家，你纵容侍妾，忤逆婆母。老爷，清章政务繁忙，他哪有心思管内宅的事儿？依我看呀，定是雪瑶和青武走得太近，这才分不清尊卑上下。冲动误事，青武怎么回事？平日里定会被我激得惹怒他爹，今日转性了，竟如此冷静。连一个刚进门的妾室，都敢在主母面前大呼小叫，我看这府里是该好好学学规矩了。老爷，不如将雪瑶和青武交给妾身管教，如何？父亲，雪瑶如今是我的妻子。这燕府还没有人可以管得了他的吧？反了，反了！老爷，反了！薛梅涉嫌杀人，住了！燕府家事，把事情闹到大理寺，不嫌丢人啊！
你给我滚回去！此事休要再提。你也回院子里死过去，好好一个家，整日里乌烟瘴气。日后只要在府里生事，就别怪我不留活路。薛梅害死王嬷嬷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，就又不了了之。别气，喝茶。我和这个姓薛的上下800辈子势不两立。嫂嫂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是担心我爹听了薛梅的蛊惑怪罪你吗？没人敢动我。嫂嫂你就放心吧，有我大哥护着你，我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欺负你。我就是在想，这事情一环扣着一环的，也太巧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薛梅纵然想夺权，可她只是个姨娘，哪来的胆子毒杀少主啊？我们才刚发现王嬷嬷有问题，她就死了，这一整个连环扣，薛梅自己能完成吗？你的意思是，害我大哥的另有其人？这只是一个猜测。如今人证没了，物证与我有关，尚且不能拿出来，所以咱们得重新找证据。嫂嫂，那你得赶紧找证据查清楚啊！若是真的有人在暗处，那我大哥也太惨了。大老远就听见大哥这说笑声，青云不请自来，不知道会不会打搅到大哥。二哥，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呢？二哥，你身子热，快坐。哦，对了，二哥，你是要说什么事吗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来和你们说一声，明日父亲准备办一场家宴，大家伙一起热闹热闹。府里这么多事，爹还有心思举办家宴呢。星武，你陪青云在这待会儿，我去更衣。好。嫂嫂，我哥好像有些不太开心，你先安慰安慰他呗。啊？安慰燕青章？我呀？那什么，真巧啊！跟上。啊！他喊你跟上，你还真就跟过来了。这燕青章本来就怀疑原主接近他是另有目的，你还眼巴巴跟过来了，没事找事吗？这不是？先来。啊！燕青章，这里。神神秘秘的，干什么呢？你怎么青天白日的耍流氓？你快把衣服穿好！一个靠爬床上位的歌女，怎会如此羞涩？夜深了，让奴家伺候大公子休息吧。你是本公子的妾室，既如此，在你面前，我又为何需要穿衣？燕青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别为我弹啊，岁月丢失的年华，回忆多少我为你唱过的歌啊，弹琴声它梦断，弹我声一句惆怅，怎么忘不掉那一片月光？夫妻之间，别为我弹啊，一曲终了
还真是有意思。燕清章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俩就是纯粹的合作关系。等我把案子查清了，我就要离开燕府的。是吗？没错。你回去吧。什么？还要留下来接着伺候我？谁要服侍你啊？你说，这世间可有移魂换人之术？这应该没有吧？有没有，一试便知。谁？那不是燕清章的屋子吗？燕清章，你书房的灯怎么突然灭了？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？燕清章，住手！老实点！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又吃什么东西了？什么？花生。花生？古代医疗技术落后，燕清章这个过敏体质真是麻烦。你等我一下啊！你出去老实待着，我处理完事情再来找你。燕清章，你如果相信我的话，我就帮你下一副狠药，试着帮你根除一下你的过敏性哮喘。我呢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帮你一回。虽然你这个人吧，嘴毒心眼坏的，但看在你在燕府过得也不容易的份上，原谅你了。你不是雪阳，会是谁呢？你醒了，谢天谢地，终于不烧了。这回你得好好谢谢我。从今天开始呢，你再也不会因为过敏哮喘了。不信啊？你以为我这鬼手13针很容易吗？我为了给你扎这个针灸，我这手1个月之内都不能提重物了。那你为何要费这么大功夫救我，让昨晚的刺客直接杀了我，岂不是更痛快些？燕清章，我早就想说你了，你能不能改改你那个被迫害妄想症的毛病啊？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呢？我干嘛非得陷害你？雪瑶给我下药，爬我的床，这是原主干的事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么一个用尽手段留在我身边的女人，我不该怀疑她吗？那你还是要防备一下的。但是我跟你说了啊，我会离开燕府，我不会赖在燕府不走的，更不会陷害你。这个家，我父亲偏心二弟，我的姨娘一心争权。10岁那年，因为奶娘疏忽，厢房着火，我差点被大火给烧死。你这奶娘，她也太粗心了吧？这天下真的有这么粗心的奶娘吗？你，我为了活下去，
谁都不能信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你过得不容易。所以这个家，我只能相信青舞，别人都不能信。但现在，你是第二个。我？你为何又突然相信我了？你若要害我，为何会几次三番的救我？你就不怕我真是故意下毒，然后再故意救你，为了博取你的信任？那你是吗？我当然不是。那我便信你。更何况昨夜有人行刺，你直接杀了我，也不会有人知道。你还救我，算你有眼力劲。那你还要离开吗？我当然是要离开的。我们不是都已经说开了？你还在生气？没，咱们和好归和好，但我还是要离开燕府的。为何？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人。我先走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会以正气之以待，珍惜你，爱护你，你以后将是我唯一的妻子。什么？燕清章，我不会是把你脑子扎坏了吧？大哥，敌派人来传话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大哥，敌派人来传话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你看见也没事儿，我给你大哥治病呢。大嫂，你跟我大哥手牵手，是为了给他治病。大嫂，你跟我大哥手牵手，为了给他治病。好啊，哥，你现在有了嫂嫂都不帮我了。不可以吗？找我什么事儿啊？爹派人来传话，让你别忘了今晚家宴。传话完毕，大哥大嫂啊，你们继续，我不打扰了。不是，我都说了我们没有。看什么看？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是吧？算了，不跟你个傻子计较。主子，昨夜您说要设局试探雪瑶，试探出什么了？试探出了一个天外飞仙。那谁说我坏话呢？雪瑶，二公子，燕家这两兄弟，一个说胡话，一个不说话，玩什么神秘啊？都打听清楚了，老爷今夜要准备家宴，是阖家欢乐。可惜我这个燕府的女主人，却被困在内宅。都怪谢瑶这个贱人，在老爷面前挑拨离间。你过来。是。雪瑶，既然你害我被老爷责罚，就休怪我心狠手辣，不给你留活路。警长啊，这阵子我不在家，原以为你会将燕府管制得井井有条，可你呢，那割你的为妾，府中下人偷盗跳河，甚至还诬陷姨娘，你自己看看，现在府里都成什么样子了！爹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们两兄妹简直就是不成体统。今日起，你就在家中禁闭思过吧。爹，哥可是大理寺卿，你怎么能罚他禁闭呢？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警长，我会以你重病为由，让吏部将你调离大理寺。这段时间就在家中好好反思一下，究竟该如何为官做人。什么？
一切听从父亲安排。哥，你手上还堆着蔡松大人的贪污案，这个时候调离大理寺，你案子还怎么查？案子永远查不完，正好这阵子累了，调离大理寺可以好好休息休息。父亲，调官一事有劳您费心了，清章先行告退。哼。别急，你大哥他心思深沉，定是有自己的考量才答应辞官的。好端端的被爹关在家里，我大哥心里肯定不舒服。你先陪你爹好好吃饭，我去看看你大哥。多谢嫂嫂。小厨房刚做的木薯甜汤，小姐，正好，说的我口渴了。夫人，您二位请用。我先走了。老爷，雪瑶身子有些不适，出去醒醒酒。去吧去吧。夫人，既然您身体不舒服，那奴婢扶您去偏厅休息吧。好啊。夫人，这边离八角亭近，奴婢扶您过去坐坐，怎么样？好啊。想骗我去八角亭，本小姐可没那么好骗。头怎么这么晕？也没喝酒。喝醉酒了？没有啊。还说没喝醉，这哪来的古风小生啊？帅在，帅在！你这皮肤也太好了吧？用的什么护肤品啊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雪瑶，清醒一点。谁是雪瑶？本姑娘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关月书。小帅哥，你骨相真好，第一次见这么好看的头骨啊！你多少钱一晚？我包你。原来你叫关月书。叫本姑娘干嘛？月书啊，怎样才能不离开燕府？可是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。那你如何才能留下？帅哥，你行不行？不行就换下一个。换人？想都别想。撑不到世事自有春风洒，看梦后今夜可是你自己撞上来的。难受。朝朝思念成荒，暮暮辗转彷徨，闭上双眼，全是你模样。岁岁西风斜阳，年真年慢。夏日秋霜，蝉鸣声叫。大公子的心思可真难猜啊！之前还让我盯着雪瑶，结果盯着盯着，把人盯到房里去了。果然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！怎么样？事情办得如何？回姨娘话，奴婢亲眼看见叶和姐姐将雪瑶带去了八角亭。好，我这就去禀告老爷。今夜过后，我看雪瑶这个小贱人怎么在我面前放肆！姨娘，老爷让你在芳花院思过，你不如随便派个人去揭发此事吧。怕什么？雪瑶死到临头，今夜过后，燕府还不是我说了算？
我必须要亲眼看到雪瑶这个小贱人被处死，心里才会痛快。关月书啊，关月书，你真是色上心头啊！叶三，主子有何吩咐？送夫人回院。是。你说什么？老爷，千真万确呀！妾身的侍女亲眼看见雪瑶和小厮在八角亭中私通，妾身不敢欺瞒，特地前来揭发此事。不可能！好啊，来人，随我去八角亭，我要亲手杖毙了这个秽乱燕府的贱婢！老爷英明。爹，着火了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救火！回老爷话，八角亭只见一具小厮的尸体，并未见到雪瑶。怎么可能？爹，雪瑶人都不在，怎么会与小厮私通？这是薛姨娘的诬陷！诬陷？依我看啊，雪瑶定是怕事情败露，便放火烧尸。老爷，雪瑶如此心机手段，此人万万不可留在燕府啊！把雪瑶那个贱婢给我找出来！是。雪梅来势汹汹，嫂嫂，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！少夫人，老爷有请，请随我走一趟吧。请我？现在吗？啊。雪瑶，你与府中小厮私通，为身边的婢女揭穿丑事，便放火烧人，你可知罪？我与人私通？老爷，我看他也不能辩驳什么，您还是赶紧将他杖毙，赶出燕府。故弄玄虚，我看你还能说什么？我嫂嫂验尸手段一流，定是金燕女诬陷她，她这是在找证据。你会验尸？回老爷的话，雪瑶闲来无事时，便喜欢翻阅《洗冤集录》，对验尸手段颇感兴趣。那你可曾发现有何不妥？老爷，雪瑶向来都喜欢用一些三脚猫的手段，您可不要被她蒙蔽呀。老爷，此人有问题。嫂嫂，你是发现什么线索了吗？一派胡言，他能找到什么线索？薛姨娘，你口口声声说我与人私通，还放火烧死了这名小厮，私通一事暂且不提，但我能肯定的是，这个人不是被火烧死的。什么？杀人者另有其人。薛姨娘，你又何必揪着我不放呢？雪瑶，事关人命，你是如何能判定他并非死于火灾？回老爷，方才我仔细检查了此人的口鼻，口鼻内并无烟灰，且他的手掌也并没有呈现蜷缩状。那又如何？人若是在死前遇火，一定会奋力挣扎，口开气脉往来，那么烟灰就会吸入口鼻。可若是在死后遇火，口鼻内就没有烟灰。薛姨娘，您听懂了吗？你观察的倒挺仔细。多谢老爷。嫂嫂，你刚才说这人口鼻内没有烟灰，所以他不是被烧死的，是死后被人丢到火场的。没错。但是你刚又说他的手掌并未呈蜷缩状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若是在死前被烧死，火没有烧到两肘骨及膝骨的话，手脚就不会呈现蜷缩状。这也更加佐证了这个人是在死后被弃于火场。原来如此，就算此人是死后被人弃于火场，又如何？说不定就是你杀人烧尸，为了掩盖你和他偷情一事。薛姨娘，你真是铁了心诬陷我嫂嫂。老爷，可否再给我1炷香的时间，进一步验尸？
老爷，你可别被他给糊弄了。好，嫂嫂加油！老爷，验尸结果出来了，这个人是被人一刀捅伤心脏，当场暴毙。就算他是被刀捅死的，就能证明他不是你杀的？没错，雪瑶，你该如何证明此人并非你所杀？此事不难，老爷，可否帮我请一位身量与这位死者同样的男子过来？你过来。是。人就在你面前，如果你证明不了你的清白，可就别怪我不留活路了。老爷放心。嫂嫂，大家请看，我若是要捅死一个身形比我高大的男人，那么伤口肯定是由下至上的，即便是我踮起脚用尽全力，也只能刺中他心脏的正下方。可这个人的伤口，他的伤口在心脏上方，而且是由上至下的刺进胸膛，伤口的位置大大不同。我嫂嫂定然不是杀人凶手。薛姨娘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就算此人不是你杀害的，那也掩盖不了你与他偷情之事。薛姨娘，你来来回回一直在说我与人私通，可人证呢？应和亲眼所见。应和？那么应和在哪儿？薛姨娘，你连人证都找不到，就非要说我私通，这才是污蔑吧？雪瑶，你不要以为你在这边强词夺理就可以证明你是清白。快去把应和喊来。是。不用找了，雪瑶没有与人私会，我就是他的神证，我就是他的神证。清章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姨娘听不懂吗？我说雪瑶没有与人私会。你说没有就没有。自然是因为今晚我夫人一直与我在一起。你口出什么狂言呢？难道我说的不是真的？哇哦！妖魔鬼怪附身，速速现形！关月书，你知道了？清章，姿势体大，可不能胡言啊！父亲，薛姨娘诬陷雪瑶与人私通，人证已经找到了。雪瑶今天晚上受了惊吓，我就先带她回去了。什么？事情还没查清楚，你们不能走。应和，父亲若有何疑惑，不妨问我姨娘身边的丫鬟，想必姨娘比我们在场所有人知道的都要多。就你诬陷我嫂嫂，你死定了！等等来人，去唤二公子，把薛梅禁足芳华院，彻查此事。不真是他诬陷雪瑶，毒杀小厮，一律处置。薛梅这个毒妇，害死了王嬷嬷，断了我哥中毒的线索不说，现如今还杀人放火，诬陷我嫂嫂。薛梅每次犯了事，就在我爹面前一哭二闹三上吊，黑的都能给他说成白的。现如今人证物证都在，我看他怎么躲过此事。哥，嫂嫂，薛梅倒台，你们不高兴吗？薛梅陷害我不假，但是背后杀人凶手应该另有其人。什么？方才我在你父亲面前自证清白，那也是你父亲啊？
燕清章怎么回事？不会真的鬼上身了吧？嫂嫂，你别管我哥，你继续说。啊，好。你还记得我拿着那匕首在小司的身上比划伤痕吗？薛梅跟我身形差不多，所以小司肯定也不是他杀的。至于他那个婢女应和，身形比他更瘦弱一些。综上所述，凶手肯定也不是他们两个。那会不会是薛梅让别人放火烧尸呢？有这个可能，但是大概率不会。为何？薛梅一向小心谨慎，再加上刚被父亲责罚，在这个关头，她无论做什么都会选择自己的心腹。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？哥中毒的事情还没调查清楚，这里又出事了。这不是好事吗？好事儿。本来我还一直在想，这幕后之人做这么多事情究竟是想干什么？巧了，今日家宴上，你大哥被夺了官职。嫂嫂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？所谓因果，我爬床是因，你大哥丢官在家便是果，这就是线索。我猜呢，你肯定是在外头惹了事儿，把麻烦招到后宅来了。夫人此话甚是有理。燕清章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给我好好说话行不行？嫂嫂，你脸怎么红了？啊，热呀，你不热吗？多热呀！这都秋天了，不热？狐狸精！啊，那个青武啊，接下来就轮到你出马了。我吗？呢，嫂嫂，我能做什么呀？当然发挥你的特长啊！我还有特长呢。造谣传谣。嫂嫂，我这特长可以不用说。这几天呢，你就在府里多转转，就说这个薛梅啊，大喊自己冤枉，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个人做的。谁啊？所有人。嫂嫂，我怎么听不懂啊？笨。哟，大公子，你又懂了？怎么，夫人的心思很难猜吗？又来又来！哥，你别仗着跟我嫂嫂有默契，就在我的面前打鸡窝，快说快说！你嫂嫂的意思是，如果这个府里人人自危，那么背后之人在经过下人的揣测之后，一定会露出马脚，狗急跳墙，事情自然就会有了转机。原来如此，嫂嫂，这事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。那个青武啊，你出发点很好啊，但是为了安全考虑，要不你还是别出发了。那什么，有点晚了，我也先走了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夫人，这就要走了。燕清章，夫人，一个时辰之前，在这个屋子发生的事情，你忘了？若夫人如此负心薄幸，那……停！燕清章，你再这样动手动脚，我真生气了。今晚火灾发生的这么突然，
说不定现场会有什么线索。这耳坠为什么只剩1指了？奇怪，前院举办家宴，下人四处奔走，在今夜放火烧人，时间必定很紧迫，说不定就会在案发现场留下什么线索。谁？是你？这深更半夜的，你一个人来这儿，所谓何事？夫人为何而来，为夫就为何而来。说人话。夫人醉酒缠人，没想到醒来后就翻脸不认人。唉，如此薄情寡义。你是什么夫人？我和你清清白白。燕清章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少造谣了你。拜过堂，洞过房，谈何造谣？你说呢？关月书，你想问我如何知道？不告诉你。关月书啊，关月书，你到底在他面前说了多少话？还不走？走啊！为夫大度，一天可以回答你1个问题，问吧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世间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有何奇怪？好吧，我还以为你要抓我去报官呢。倒是你遇到这么离奇的事，不害怕吗？我怕什么呀？既来之则安之呗。反正你别动不动觉得我要害你，随时随地发疯就好了。上个月雪瑶爬我的床，虽然我没有对她做什么，我爱与流言纳她为妾室。哼，纳妾是假，怀疑雪瑶目的想监视她才是真的。结果呢，新婚之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要不是我，你可能就差点啊，因为哮喘窒息死了。你觉得我是坐以待毙的蠢货吗？是你清高，拿别人的性命做赌注。你是不知道那天晚上雪瑶被人一棍打死了，更别提搭上王嬷嬷一条命了。雪瑶原本是这本小说的女主，为何轻易被一棍打死？恰好我也被人一棍打死，难不成冥冥之间有什么联系？还是我的出现已经改变了这个小说世界？雪瑶接近我目的不纯，背后之人藏在暗处。我若不化被动为主动，那岂不是永远只能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？那燕大人这么料事如神，怎么没有料到你爹会因为这件事情牵连你，夺了你的官职啊？退一步海阔天空，若心有乾坤，又有何担忧？哼，行，燕大人，你送了我一个问题，我还你一个答案吧。看，这是案发现场发现的耳坠。一个普通的耳坠，若是从它入手，范围太广泛了。非也，非也。
你？没错，我今天刚好带了这副耳坠，然后发现它少了一只，又恰好跟案发现场的这只凑成了一对，所以呢，我猜这是雪瑶和那个人的接头信物。不好意思啊，燕清章，雪瑶可能真的有问题，而且你的哮喘也是他身上的花粉引诱的。你是你，他是他。雪瑶听从那个人的吩咐，爬你的床，接近你，成为你身边的暗桩。今天可能就是他们会面的日子。阴差阳错，被薛梅安排的小厮撞到了这一切，所以那个小厮就死了。说明薛姨娘和那个人要么是一伙的，要么他们目的一致，想谋杀你。总之无论如何，现在事情唯一的转机只有在我身上了。不可。我还没说什么呢，你就不可不可。野身似虎，绝非良策。今夜燕府都乱成一团了，正是燕府清理上下的好时机，而且我就赌那个人肯定还会再来找我的。这白玉耳坠遗落现场一定会打草惊蛇，我若是那个人，只会按兵不动，等风波过后再生事端。等什么呀？等他们把你把我把清武送去见阎王啊！姑奶奶，我还想早点解决你们燕府这些烂事，去找乐子。他们拿我当法子，我就把这个燕府讲得天翻地覆。我倒要看看藏在暗处的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小鬼，还是什么脏心烂肺的罗刹。夫人这一身本事都是从书中所学？我随口胡说的，你还真信了？在我们那儿呢，女子不仅可以学这些，还可以识字读书，建功立业呢。那你在家也是仵作？差不多吧。而且我不仅会医术，我还会拳击散打呢。对了，那天刺杀你那个刺客后来怎么样了？燕清章，那个人不会是你派来试探我的吧？这算是第二个问题，为夫明天再回答你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你就是个黑心美人蛇。谁？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都流血了还说没事？娘子，倒是你身上有没有哪里受伤？娘子，倒是你身上有没有哪里受伤？我没事儿，你替我挡干什么呢？说不定我都跑出去把那个人抓住了。娘子无恼，百无一用是书生。是我拖娘子后腿了。油嘴滑舌，我看看，不知道有没有伤到骨头呢。你要是放心呢，我就先给你伤口处理一下；要是不放心呢，我去偷偷叫个大夫来。无妨，你上手便是。行。幸好只是皮外伤，没有伤到筋骨，府里本就不太平。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要是在……正好能引蛇出洞，正好搅得燕家天翻地覆。任凭夫人吩咐。哎，你别乱动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这样没脸没皮的，我真生气了。哎呀，我刚才是不是扯到你伤口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还疼吗？是有一点疼。那怎么办？要不我还是去请个大夫来吧。我毕竟只是个法医，我最擅长的是给人开瓢。夫人，我好像有点发热。啊？还真是，可能是发炎了。你等一下，我给你煎药去。主子，属下这儿有百药谷的神药，你要先服用一剂吗？蠢货！啊，属下给您送药都错了吗？还不快滚！哦，主子，那属下把这药给夫人，让她伺候您服药啊。你不仅人笨，还勤快，把药给我，让我滚。一会儿要，一会儿说不要，快滚呐！得嘞，小的这就走，不碍您的眼。哎，这几日我不方便出面，事情交给你去办。是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我来伺候大公子就行了。燕清章，燕清章，燕清章，你没事吧？这也没烧到昏迷不醒的程度啊！你什么身体素质？说昏就昏，不会真的要嘴对嘴喂药吧？你醒了？没事吧？呆子，你醒了就赶紧喝药吧。多谢。不客气。喝了药就睡会儿，你放心啊，我会在这里替你守夜的。有了。小事一桩。没事没事，睡吧。月叔，你说你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月亮？这么巧，掉在了我身边。别怕，别怕。月叔，你的家乡如此自由，我是该把你留下，还是放你走呢？那件事儿你听说了吗？这还要你说？这事早就传开了。我听薛姨娘院里的人说呀，雪瑶的确在八角亭跟人私通了。薛姨娘派出去的丫鬟还清楚看到了那人的长相。是吗？
昨夜府里进了贼，伤了大公子，大公子现如今生死不明，咱们呀可得好生伺候。我看这府里呀要变天喽。哎，真是啊。哎，走吧。铁三，这干什么呢？嘘，二小姐，您瞧，看什么呢？神神秘秘的。我大哥还有这么娇弱的时候吗？主子已经躺一早上了，小夫人一说要离开啊，他就哎呀头疼，哎呀胳膊疼，毛病多得很呢。我看他是得了相思病还差不多。小三子，走，我请你喝酒，咱们别打扰我大哥演戏了。还头疼呢？不会是昨天发烧把脑子烧坏了吧？喂，夫人若是有事，你去便是。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？这叶三呢？我不是派人去找叶三来伺候你了吗？叶三可能在忙什么别的事吧。哥俩好啊，666啊，5魁首。二小姐你输了，来继续喝。再忙也不能不管你吧？不行，我亲自去找一下他。怎么了？又疼了？我没事，你先去忙吧。你都这样了，我肯定不放心的。左右我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在这陪你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劳夫人照顾了。你盯着我看干什么？我脸上有字吗？无妻甚美。你闭嘴吧你！不准笑！你还笑！你公子夫人，你二位继续，小的什么也没有看见。老实点。遵命。什么事？二小姐在府里放出消息，说明日薛姨娘就要被押送至大理寺。果然，今日我派去放哨的人来传话，说薛姨娘那边有动静。蛇上钩了。夫人，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做？去把看押薛姨娘的人手再撤掉几个，放松看守。夫人，您是想……既然要关门打狗，怎么能不开门呢？二位，前院有热饭热菜，你们去吃了再来吧。我们奉命看守薛姨娘。这有我呢。这里头啊是些热酒，你们去喝了，暖暖身子去。那就多谢这位姐姐了。走，去吧去吧。你个小贱人，设计陷害我，居然还有脸来我这儿！恶有恶报，你毒害燕清章，还把一切陷害给雪瑶，有现在的下场，都是你的报应。该死，人怎么晕了？不管了，先带回去给主子交差。差点把你给忘了。主子，小的趁守卫松懈，偷偷溜进了芳华院，
但我到那时，雪梅一直未醒，无法问出话来，我只能偷偷把她带过来。这点事都办不好，我留着你有什么用？公子恕罪。公子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谁。主子，人醒了。我问你，雪瑶与那人私会的那晚，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看到。刀剑无眼，雪梅，话要想清楚，才好说出口。我那晚一直待在芳华院，后来我就直接去了老爷跟前告发，雪瑶与人私通。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，真的。你胡说！府中下人们都说了，你看到了与雪瑶私通的那个男人究竟是谁？不好，中计了！有人在引蛇出洞，窗外有人，把他拿下！大哥，出事了！嫂嫂不见了，从傍晚就没有看到嫂嫂的人影。你不抓紧时间派人去找嫂嫂就算了，还有时间在这看闲书。公子，查出来了。公子，查出来了。你离开大理寺后，我亲自盯着那边情况。这是拜访过蔡松大人的人员名单，这里面有个叫做何阿强的人，很是可疑。我们不是在说嫂嫂的事儿吗？怎么又聊到蔡大人的案子了？二小姐，夫人说过，公子正在查蔡大人的贪墨案，却接二连三发生意外，这之间定有什么关联，不能两案子分开查。蔡松乃太子心腹，3月替殿下远赴江南赈灾，如今被人揭发在赈灾过程中贪污受贿。此事若被定性，殿下难逃其责。哥，你之前不是一直在追查蔡大人的案子吗？结果就遇上了嫂嫂，又因为此事遭父亲训斥丢了官职，难道这是一个为了阻止你查案设下的连环套？没错，夫人也是这么说的。那嫂嫂既然失踪，二小姐放心，夫人出门前，公子已经安排好了。这是夫人特制的香料，一会儿我带上猎犬全程搜捕，就能找到夫人的踪迹。那就好。我去接他。你带人扣下何阿强，查清楚他背后究竟是谁。公子，您的伤还没好呢。废什么话！大哥，你等等我，我也要跟你一起去接嫂嫂回家。哥哥，你在这待着，别进去。好。公子，都搜过了，宅子里没人，但屋里有打斗的痕迹。夫人她会不会……住嘴！这是月初的耳坠。传我吩咐，全城搜捕，寻找夫人下落。是。嫂嫂一直没有下落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狗急跳墙，定然是我们查到了不该查的。主子，何阿强今夜突然跌入护城河，溺毙了。你去抓何阿强，他溺毙了。我出府找人，紧接着雪瑶便没了踪迹。那人知道我在燕府的一举一动。叶三，你派人守住燕府大门，今夜起不许任何人出入。守住大门？主子，你若这样做，只怕会被老爷斥责大逆不道啊！大逆不道？恐怕燕府真正大逆不道之人，正躲在暗处不肯出来。听我吩咐，不用管他人，放手去做便是。是。姐。
雪瑶，你既然敢背叛我，待我替大殿下了结了大理寺的案子，你便给我等死吧。青云，青云拜见父亲。你大清早的准备去哪儿啊？儿子今日夜里总是睡得不安稳，想去城南拜一拜药王菩萨。既然是身体不适，便该留在府中休养。出去吹了冷风，该如何是好啊？前阵子你说你大哥被府里的歌姬迷得失了方寸，恐丢了燕家颜面，我便听了你的话，把你大哥禁足在家中思过。正好，你呢就在家里陪你大哥说说话，这几日就不要出府了。父亲，你自幼体弱，不曾科考，既没有政务担忧，那到外头还有什么要紧事啊？父亲说的对，青云这就去大哥院里向大哥请安。二公子，门房说主君叮嘱了，近几日家中遭了贼，不得随意出入。眼下叶三带着人守在门口。我费尽心思让燕青章犯错，受到父亲斥责，被关家中。蔡松的贪污案眼看就要判下来了，这个节骨眼，家中戒严，我如何替大殿下去大理寺周旋？可主君勒令全府戒严。父亲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竟让全家戒严，难道他知道什么了？二公子，咱们行事向来隐秘，恐是您多虑了吧？不行，大殿下吩咐了。一定要弄死蔡松。蔡松不在大理寺中畏罪自杀，就翻不倒太子殿下。今日我会去找父亲，届时府中大乱，你趁机出府，去大理寺解决掉蔡松。二公子，您是想对老爷出手？大业将成，我不允许有任何意外发生。所有挡我路的人都该死！主子，我按照您的吩咐，今天一大早就将府门围了起来。门房的小厮说，只有二公子院里的人试探了能不能出府。青云，是他。嘿，主子，你去哪儿啊？终于解开了。你亲手将这个放入父亲的补药中，待父亲一发病，你就趁乱出府。是。届时你竟敢跑出来，看你真是找死！贱妇，拿了我的钱就应该乖乖听话才对。真以为爬上燕青章的床就能高享荣华富贵，不想和我一条船了？告诉你，天底下就没有这种好事儿。燕青云，你自己脏心烂肺，还有脸说别人？那小厮是你杀的吧？你想约我去八角亭见面，结果被小厮撞了个正着，痛下杀手。你给我住嘴！你毒害自己大哥不够，现在还想陷害自己父亲。燕青云，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！我是畜生，燕青章又算什么？我的双手不干净，燕青章又能高贵到哪里去？你以为燕青章真的在乎你？蠢货，他的眼里只有燕家，只有权势。
雪瑶，你真以为你能跑出去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做什么？当然是送你去阴曹地府见阎王。给我抓起来！是。就凭你们，也想拦我？我倒要看一下，你们在我手底下能过上几招。还有谁？上啊！废物，就像你一样，永远只能做一个活在阴沟里、见不得天日的老鼠。贱人，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月叔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找到我的。叶三，是将院子围死，看好燕青云，别让他死了。是。燕青正，你当真以为雪瑶是什么良人吗？她不过是从外面买回来的歌女，她跟你为的不过是燕家的荣华富贵。燕青云将无辜女子用作争夺权力的工具，你当真觉得自己做对了吗？世间本就如此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谁的权势不是踏着别人的尸山血海搏出来的？我告诉你，只要能成就我的大业，有什么不可？你个垃圾！世间之事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棋盘上最危险的棋子，永远是自以为知棋的那只手，守不住底线，只会万劫不复。燕青云，这就是我与你最大的区别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爹那边要出事了，你赶紧放我下来。我先送你回去。燕青云要给你爹下毒，我们得赶紧回去。什么？来不及了，边走边给你解释。父亲，爹，他要休克了，快把他放平。你扶好他。爹，月叔，多谢。救人应该的。警长，你救了为父一命。是雪瑶救了你，这都是雪瑶的功劳，你应该谢她。你们俩是父亲心存偏见了。提慢点。警长啊，你弟弟身体不好，父亲就想着多疼疼他。这些年，你这个做大哥的受委屈了。我老了，这个家终究是要交到你手上。警长，你要看着你弟弟呀。青云他到底是你弟弟呀。父亲，我答应你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会保青云一条命。燕青云一心想害你，你还要留他一命。父亲将家主界交给我，便是要将整个燕家都交给我的意思。不管燕青云如何对我，他都是我燕家人。我答应过父亲，要守护好燕家的每一个人。背负这么多，
还要容常人所不能容，不累吗？累啊。所以夫人以后做什么事之前，能不能想想家里还有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夫婿，他好辛苦的，不仅要负责百口人生计，还讨夫人欢心。哎呦，这是谁家的俊俏小郎君？怎么这么娇弱啊？你家的？茶味太浓了，我不要。燕某清清白白，难不成娘子是想始乱终弃？这燕家家规这么多，可有哪一条规定了说不准我对家主始乱终弃啊？你真是……我真是什么？明日我便命人加上这一条。你还躺着？主子，主子，我什么也没有看到。什么眼力劲儿？主子，说吧，什么事？大理寺传来消息，蔡大人他今早上吊自缢了。上吊自缢，并且在蔡大人身上找到了一份认罪书，坐实了他曾在赈灾过程中贪污受贿。认罪书中还牵扯到了太子殿下。蔡大人的认罪书中写的明明白白的，他贪污受贿，就是为了给太子殿下敛财。蔡松为人正直，怎么可能贪污受贿？仵作验过尸了，确定是上吊自缢。2名老仵作一大早就来了，验尸后确认无误，的确是自缢而亡。遗书也是铁证，说蔡松的死真的定性为畏罪自杀，此事定会牵扯到太子殿下。备马，我要亲自前往大理寺。燕大人，这大案在即，可有用得上小女子的地方啊？关仵作乃宋慈在世，有关仵作亲自出马，那下官可解百忧了。便宜你了，走吧。见过燕大人，这位是蔡松大人惨死狱中，这位是我从外头请来的仵作。燕大人这是何意？我和王老一同验尸不够，还要从外面请人，难不成是说我们技术不精吗？听说燕大人因家事所累，被燕老训斥，在家闭门思过。这才短短几日，燕大人又来插手大理寺的事啦。燕大人，您是已经继承了燕家家主之位了吗？家父年岁已高，我身为长子，自然是要替家父分忧的。大人所言极是。张大人，您这话是何意啊？住嘴！不准在大人面前多言。大人现在是燕家家主，燕家乃我朝3大世家之首，地位尊崇，岂是我等能够得罪的？是。燕大人，2位仵作已为蔡大人验明实身，蔡大人确实是畏罪自杀。关仵作，那就有劳您再给蔡大人验一下尸体。是。可有何发现？我方才仔细检查了一下蔡大人脖子上的勒痕，以及口鼻处，看这样子，确实像是死于自缢。燕大人，您带来的仵作也这么说了，看来此案确实可以结案了。只是有何疑点，但说无妨。大人，这此案已经定性，能有何疑点啊？大理寺专办奇案冤案，蔡松更是牵扯到了赈灾案之中，姿势体大，怎能草草结案？张贵，你若是再阻拦本官查案，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大人恕罪，下官不敢。
蔡松大人的死状太过安详，即便是自缢，临死之前也会挣扎，舌尖都突出，双手握拳。可蔡大人看起来没有任何痛苦挣扎的迹象。莫非是蔡大人自知贪污枉法难逃死罪，便一心求死呢？求死之心再坚决，也抵不过人的求生本能。张大人，你可知道人在什么时候求生欲望最为强烈？何时？临死前的一刻。张大人，可有人动过案发现场？没有。自从昨日最后一批探访蔡大人的人走后，我便叫人锁了外间。今早送饭的牢头发现蔡大人自缢之后，他差人来报信，一直守在牢房外面，没有人能够随意进出牢房。奇怪。大人，既然姑娘一时也没有什么头绪，二位不如移步前厅。昨日有人前往大理寺送来了一筐水果，下官正欲冰镇，新鲜得很。你是说，昨天有人来送过水果？这个姑娘觉得有何不妥？是谁送过来？这下官得问一下昨天的老仆。快去。哎。大人，问清楚了，昨日送水果和冰块的都是一个叫何阿强的人。何阿强？这人有什么不妥吗？他已经死了。什么？这也太巧了，这何阿强刚把水果送过来，人就死了。这事不对劲。燕清章，再给我半个时辰，我想再验一遍尸。大人，大理寺已经将蔡大人自缢的消息呈报给圣上了，此案已经定性。咱们现在应该尽快将卷宗送进宫内，您若拖延，恐怕会引起朝野震怒。蔡大人上吊疑点重重，我们大理寺更该严查此案，这才是对皇上的尽忠尽职。既如此，你们二位立马协助姑娘继续验尸。人死为大，应该早早入土为安才是，拖延时间简直胡闹。小小年纪又是个女人，能验出什么名堂？蔡松大人已故，这世上唯一能替他发声的便是仵作。二位老先生态度如此敷衍，怎么配得上这一身的学识？你，燕丹，麻烦让人帮我端2碗鸡蛋清过来。大人，何事？圣上差人来问，说大理寺怎么还不将卷宗呈上去？估计也是一直在等。此事牵涉太子殿下，我们更应该仔细严查。你替我向宫中传话，等我查明蔡大人死亡真正原因，我会亲自带着卷宗进宫面见圣上。是。他这是在做什么？定是没什么真才实学，故弄玄虚罢了。各位，蔡松大人真正的死因是死前被人用迷药迷晕，然后挂在麻绳上吊死，所以才有了他如今虽是自缢，却没有任何痛苦挣扎的死状。小姑娘，你说蔡松大人生前被人迷晕，证据何在？这2碗凝固的蛋清便是证据。什么意思？想必二位大人已经早早的给蔡大人验过尸，没有发现任何中毒的迹象。没错。你们检查了蔡大人的口鼻，却没有发现任何毒物，是因为下毒之人控制了用量，毒量微小，这才导致你们没检验出任何的成分。那你的结论如何得出？空口无凭，证据呢？证据，请看。这2碗凝固的蛋清有何稀奇？是啊，好好的鸡蛋清，怎么凝固了呢？
妙啊妙啊！姑娘学识渊博，我等自愧不如。我等虽虚长姑娘几岁，但学识见地不如姑娘，请受我二人一拜。《洗冤集录》中曾记载，若是碰上金石药毒，最常见的检验方法便是检验尸表和体孔。但是因为下毒之人用的剂量太小了，所以二位先生才没有检验出任何中毒的迹象。我等惭愧，惭愧。这鸡蛋清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，碰上重金属离子便会变质成凝固状。我查了一下，你们这市面上能买到的毒药大概有砒霜、铅丹、雄黄什么的，而这些药物当中都含有大量的重金属离子。蛋白质、重金属离子。这个我回去再给你解释。总之呢，我刚才用蘸了蔡大人口腔黏膜的银簪，以及刚刚地上那个苹果的苹果核，都在这2碗蛋清中搅拌了一下，2碗蛋清都凝固了。由此可见，这蔡大人是吃了有毒的苹果后中毒被迷晕，然后才被吊死。凝固的蛋清是物证，惨死的阿强便是人证。燕大人，你只需要去查清这和阿强背后的关系网，肯定就能找出这有毒的苹果是从哪儿来的，也能替蔡大人证明他并非畏罪自杀，而是被人毒杀的。没错。好，我现在就派人去和阿强家。多谢。客气。姑娘真是宋词在世，老朽佩服。我这姑娘师从何人？能否让我二人登门请教一二？那什么，我家里还有事儿，我先告辞了哈。姑娘，等等老朽啊！姑娘，哎呀，师傅，等等我们，等等我们！搞定。毒害燕清章的凶手终于找到了，案子也查清楚了，终于可以走。嫂嫂，亲我还有什么事啊？嫂嫂，你这离开燕府要去哪儿吗？这天大地大的，我去哪儿都行啊。嫂嫂，哥马上就从宫里回来了，你就再等等我哥呗。我等他干什么呀？我自有自己要干的事儿。回去吧。嫂嫂，你难道真的要舍弃我和大哥，独自一人离开吗？天下无不散之宴席，若是有缘的话，我们自会再见的。我大哥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大哥，着急忙慌的，出了什么事儿？大哥不好了，嫂嫂她走了。走了？啊，1个时辰之前，嫂子拎着包裹就走了，说什么天大地大，天下无不散之宴席。大哥，你还愣着干嘛？你赶紧去找人啊！定是你平日里毒舌又心狠，才把嫂嫂气走的。燕府留不住他，他要走，便让他走吧。大哥，先回去，案子查清了，把你二哥的事料理了，才是要紧的事。嫂子都跑了，你还有心思查案子？怪不得你没媳妇儿！哼！你与大殿下的谋划，陛下已经知道了。成王败寇，燕清章，我随你处置。你为了一己私欲，不惜搭上整个燕家，事到如今还不知悔改吗？改？我既无错，为何要改？燕家从不涉嫌党争，你却与大殿下意欲合谋，陷害太子贪污。你可知此事若成，便是将燕家拖上死路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燕清章，你从生来便是燕家尊贵无比的大公子，而我呢？
生来体弱，无法参加科举，一辈子只能当个碌碌无为的废人。你既不是我，就没有资格对我做的事情指手画脚。你罪该万死！我答应父亲，会放你一条生路。我已向陛下禀明，你身为我的亲弟弟，却涉嫌党政，我会辞官归家，替你赎罪。至于你，从今往后就在祠堂司空，没有允许，不得踏出半步。什么？你想关我一辈子？这是你自寻死路的代价。不！看病还是拿药啊？问你话呢。燕青章，关大夫，燕某子夫人离府后，我是茶不思饭不想，心疼难耐，不知关大夫能否治相思病？关大夫医术不精，治不了。没关系，来日方长。燕大人，我看你不用治这相思病，应该治治你的厚脸皮。初见怀才记，试探两颗少年心。随路途多舛，彼此在侧，直觉天地间。对饮南壶茶，黑白之争难定下。长日清闲抚琴，听此曲，谁佳人如画？何必独上窗前花？依然自得有一下，盼从今长相守，共赏一点风雅。那日烟雨朦胧，才嗅清风雨重，闲来煮酒对弈与君同。谁料窗外风动，公子，太子殿下让我问你，媳妇儿追到手了吗？大理寺的案子呀，都快堆成小山了。你再不回去啊，他也要辞官不干了。关大夫，相思病能治了吗？能治能治，行了吧？多谢夫人妙手回春。我告诉你啊，想好了找我治病，从今往后可就不准找其他大夫。这是自然，燕某此生此世唯亲一人。就算换转眼泪越牵扯，一生就一年等着一个人出现。